大家好，我是克里斯，今天又來性能全解封啦！沒有錯，光陽性能旗艦跑旅 G7，終於在我油門一半的暴力調教之下，來到了里程1000公里。這部影片就來記錄保養過程，並且加碼看看 PTM 傳動系統的磨耗情況。如果拆了有什麼狀況的話，會出事嗎？會害到你嗎？不會啊，會真假的？對啊，像我之前拍那麼多部片哦，偶爾會有一點，可能是普一盤，對，哦，有點鏽鏽的感覺哦，感覺原廠在這個地方沒有做好防鏽處理。這個我會拜跟公司同意。敏感的東西的話，你有被長官公開過嗎？1000公里保養，要麻煩我們盛源車業的阿佑啦。哎呦，這個機油目前怎麼樣呢？哎，也是有點偏綠耶。對，是因為加92的關係吧？是不是都加92？對啊，沒錯。好，那就是92的關係，因為它色素沒有辦法代謝掉。哎，它沒有辦法燃燒，它燃燒之後還是綠色的。原來如此。如果是加95、98，它就會有黃色、紅色。哦，這次沒有那麼濃稠了呢。對。哦，你看比較絲滑一點的。哎，這次的番號你選的比較細一點。哎呦，這次磨合機換下來超濃郁了嘞，這次就比較，哇，那個風都可以吹得動，你看，哇，好細好細。然後這次要換比較稍微濃郁一點的嘛，10W40。對，上次換的是530。對，5W30。濃一點點，它車子的震動幅度會再更小一點點。哦，不過我覺得震動其實也沒到很明顯的不舒服那種震動。它本來就不大了。對，但是有時候1040換上去，你騎遠途的會再更舒服。哇，所以1000公里的 G7 保養呢，也只是換機油，然後檢查一下一些傳動鏈條啊，然後剎車皮、胎壓這樣子。哦，就非常蠻基本的保養，就基礎保養跟健檢而已。待會呢，我們也稍微拆一下那 PTM， 看看這個所謂 G7 主力配備裡面長什麼樣子。哇，有點刺激。像我們拆這個胸蓋 ，G7 換機油的方式真的很特別，是在這裡，因為是 PTM 的關係啊，所以它變到很多空濾啊、重要部件的那個分配位置哦，都要重新研發過。我剛剛有去洗過車啦，所以還有點水。汽油泵不很貴哦，各位。很貴。所以如果長時間沒有騎車的話，最好油加滿。就是你油加滿的話哦，你長时间放置的話，它也不會容易生鏽。如果很少騎，就汽油少加一點，讓它換就是使用的快一點。如果车子是很久沒有騎，可能放2個月。很久沒有騎就加滿。如果是很少騎，汽油加少一點，就可能就加一半左右上下。对，然後就趕快把它騎完，然後再加新的，它就不會劣化了。我的野狼就是因為哦。長時間沒有騎，然後汽油少，然後就壞掉了汽油泵浦，很正常啊。哇，每次這種加機油的時候特別療癒，還會再稠一點點。對，沒錯沒錯，你看還拉絲哎。對。來看看那個油門一半之下有沒有差異。然後有蠻多人問說，那個加油的時候這麼長的漏斗，如果它改平把的話，會不會撞到？不會，只要換短就可以了，是嗎？對，換短就可以了。換短就可以了。但是因為我習慣用長的，對，因為我覺得短的在那邊我很難到啊。哦，也是。感覺去切小寶還蠻簡單的呢，就是換機油而已。然後現在阿佑要過來健檢一下。最基本的就是剎車一定要正常啊。等下我先看一下剎車皮的狀況，然後總泵試試看，那還有就是胎壓，就是最基本的3項。哦，對，還有我覺得那個剎車油變得比較利了呢。對，它只要磨合一陣子之後，它的面積咬得均勻，那它的剎車力道就會增加。哇哦！如果真的覺得還不夠啦，它原廠是有出前浮動碟。哦，是原廠的。對，然後可以配上比較好的來鳞片。基本上剎車這樣應該會夠用，騎比較遠。市區還有偶爾周末會騎遠征這樣子。30、32吧。好吧，那就30好了。對啊，一個整數。看目前有漏嗎？我看一下。因為上次保養之後我就沒有再管它的那胎壓了。上次還是打30，然後經過700公里之後29.5啊。哦，沒有漏哎，酷。來後面動力輪，看有沒有漏氣。來30，有30哦。對啊。完全沒漏哎。哎呦，酷。好，感覺就差不多啦。待會我們準備稍微看看這個 PTM 的磨耗怎麼樣。畢竟新車就油门一半到1000公里了。
来看看它的這次做有沒有比較精密一點。因為我覺得在台灣嘛，那種機車大國哦，然後其實基本上哦，你有2顆輪會走哦，都賣得動。結果現在還有車廠那麼浪漫，要搞一台白牌 PDM， 白牌要塞 PDM 哦，這是很多難度哎。第一，軸距雖然很大，不過還是比大型重機來的短，而且它沒有龍骨，它還是維持踏板狀態。你的引擎啊，要怎麼移動啊，怎麼移動啊，其實都是個很大難題。而且還有重點是，它的散热也是個很大的問題。對，因為它不像那種傳統的速可达的 CVT 嘛，它的皮帶比較長嘛，這又短。对。然後我運動的行程又很緊湊，然後就容易過熱。對，又容易過熱，這點是我覺得最浪漫的地方。對，撇開一些其他的東西，單論浪漫這個點，我覺得光陽確實還是有點浪漫的情懷。這點我覺得值得肯定，因為其實這個風險很大哎，確實 KRV 也扛了很多風險啊。技術的突破是很好啦。喜歡機械美的話，覺得哇，這真的是太阿斯了。那準備拆了嗎？可以啊。先講一下，如果拆了有什麼狀況的話，會出事嗎？會害到你嗎？不會啊。因為真假的？對啊。像我之前拍那麼多部片哦，偶爾會有一點敏感的東西的話，你有被長官關懷過嗎？啊？對啊。沒有嗎？沒有啦，沒有啦。哦，我感覺就是有哎。The sun don't reach, weary eyes know the light don't pierce down in the mine. 40 years, like 40 lives, only whistles blowing. 哇，要拆了嗎？哇，真的好短哦，它的那皮帶。哇，感觉裡面就很燥熱嘞，好悶熱哦，裡面感覺。沒錯，那怎麼散熱啊？可以在這邊試試看就知道。還熱熱的。哎，還是熱呢。對啊。我們停了大概有快20分鐘了吧？超過了。對啊，很熱哎。我的天哪！而且還有進氣孔嗎？哎有哎。有。還有進氣孔哎，不過感覺。也不是順風啊呢，進氣效率比較差，它只是透氣而已，沒有到進氣耶。哇哦！有些人改比較大的時候啊，他們會做有開孔的哦。有開孔那個真的是它的散熱效果就差蠻多。對，聽說 KRV 開始時候，他們就有那個散熱的專利了嘞。對，只是不知道你那個會是這個洞嗎？有可能啊。光陽沒有跟我講。哎，對嘛，有好東西又不講清楚，說明白。對啊。每天說什麼？有些時候弄明白，我們還是不明白啊。確實，我覺得 PTM 都是吃力不討好嘞。就台灣機車大國，車那麼好賣，硬要搞這個東西啊，有突破才有進步啊。所以感覺沒什麼粉塵呢。對啊，因為你才騎1000公里嘛。上次我 RTA 騎1000公里，拆下來那個曲軸有點腐朽哦。好，拆看。看看這個有沒有腐朽的問題。好。比 RTS 乾淨多，怎麼回事？他們可能之前有發現這個問題啦，對吧？後來他們就把它處理得更好一點。對，前面是普利盤。對。哦，有點鏽鏽的感覺哦，感覺原廠在這個地方沒有做好防鏽處理。這個我會跟公司反映。還是有一點點粉塵啊。對啊。那是多多少少屑嘛？通常都是離合器片的。哦。我很難想象它怎麼散熱，其實狀況都蠻好的。這是什麼？這是普利盤。所以那什麼尾速啊、起步特性什麼，也可以靠它來。對，通常就是由它的豬鈎去控制，然後豬重，它可以控制它的轉速啦，然後尾速的延伸。就是可以跑到最頂，就在這邊。最頂在這裡。這是尾速的部分。對。哇，所以如果要改那種傳動特性的話覺得要改 PTM 還要改鏈條，都改，反正有錢都改嘛。錢決定你車子的力量，錢的力量決定車的力量。對，這就很熟哎，這你聽過哎？不知道，忘記了。好，等下先幫你一樣用那個風槍把它吹一吹，好，把粉塵清掉。2026年4月16號出廠的，真的好新哦。
會有點噴哦。好，可以。傳動這個檢查最好是建議在5000公里或10000公里的時候哦，因為其實1000的時候它基本上還沒有磨合太完整，我會比較建議是5000或10000的時候做。感謝阿優的細心保養以及誠心分享。光陽 G7 如今已經差不多算是性能全面解封，就等放晴之日再與之來點重口味的遠征，搞點實質意義上的浪漫。是說目前 G7 開始交車至今已滿月，市場的驗證也進入真正的觀察期，究竟 G7 是不是光陽遲來的救贖？我想答案很快就要見真章了。OK， 今天影片就先這樣子啦。喜歡我影片的朋友，別忘了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。我是克里斯，我們下次見，拜。